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向何处去：政党、国家与国际秩序》的第20课。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新疆，东突厥斯坦问题。那关于这个名称，新疆还是东突厥斯坦，还是其他的名称，我们一会儿还可以再讨论。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著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和人权活动家伊丽夏提先生。好，那我们就有请伊丽夏提先生和我们分享。好，谢谢梁友教授，然后谢谢滕彪，谢谢各位朋友，就是屏幕前的，那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给维吾尔人给我一个机会，那我就用维吾尔语这个第一个 slide 里头 ，Assalamu alaikum。最顶上的是维吾尔文字，下面是新的维吾尔文字也可以，最后呢就是你们好，用中文。维吾尔人历史文化与身份，以及呢面临的种族灭绝。要讲内容很多呢，所以我就快一点，以便呢给大家可以有个交流的时间，可以提问呀交流，所以呢我就快一点。那么首先呢，我自己可能很多中文的媒体的大家都认识我，知道我，可能有人没有见过，但知道我在社交媒体上也很活跃。我一直从事人权，也同时是一位维吾尔自由运动的成员。我现在在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这照片呢是我的家人。最右面顶上的呢就是我的弟弟啊。2004年11月27日，我逃亡1年以后，我是2003年的11月17号逃亡的。2004年的11月27号，我的弟弟，唯一的一个弟弟，在奎屯，在一个早晨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被一群兵团的暴徒，杀害。他当时是餐厅里头唯一的一个维吾尔人，就是去吃早餐，他们就说找事儿，然后就是把他给杀了。后来我听妹妹讲，他当时还抱着头蹲下来说：“不要打我的头，你打哪儿都可以。”但他们最后居然没有还手的一个人，把他给用刀捅死了。我一直怀疑这是，我当然没有证据，是中国警察的一种报复，因为我的逃跑。我当时也是因为政治迫害，我逃亡。那上面的3个女士是我的3个妹妹，中间的是我的大妹妹。她因为我在到达美国以后，我2006年到美国，作为一个难民，由联合国送到美国来。那么一直就参加这个维吾尔自由运动，写文章。2014年的8月15日，警察冲进我大妹妹的家，把她抓走了。从那以后，他就杳无音信，我现在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父亲呢，因为弟弟被杀，妹妹被抓捕，最后也在16年的4月5日去世。母亲我和她通话，大妹妹被抓以后，我就是基本上1个月打1次电话给父母，基本上是我打电话，父亲拿起电话就说我们都好，孩子，上帝保佑你，然后就把电话挂了，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父亲去世的前后，可能稍微通了几次电话，我记得二妹妹非常哭着告诉我说，父亲一直想等你回来，然后他走了。和母亲呢，就是父亲去世以后那年的8月，我打了1次电话，母亲告诉我，以后再不要给我们打电话了。你父亲就是因为你的事受不了，你弟弟妹妹的事，然后呢，因为家庭受到的这种压力，他走了。现在你的3个妹妹，每一个都有2个孩子，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你。我们
全家已经受不了了，孩子，愿上帝保佑你，这是最后一次通话，挂掉了。到目前为止我找不到，我也试着后头打过电话，没有人接电话。跟2020年通过《纽约客》杂志呢，有《纽约客》杂志的记者告诉我，他们采访的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位女士，告诉他们，我的2个妹妹和他们的丈夫、孩子在奎屯的一家集中营里头。这个呢就是我最后知道我家人的消息。还有很多细节，但我不想今天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那么维吾尔人，维吾尔这个在维吾尔语里头没有变过。中国的历史上，它有维吾尔的不同的汉字的拼写，以及呢回鹘、回纥等等各种的用法。所以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历史学家呢，对这个呢就制造，包括现在在甘肃的鱼骨族，实际上它不是鱼骨族，它是维吾尔，他们是没有信伊斯兰教的另一部分的古老的维吾尔人，现在还生活在甘肃的天水一带的一个县里头，大概人口不是很多，已经基本上同化完了。那么这是有关维吾尔简单的，官方统计的人口呢是1100多万，维吾尔人海外的维吾尔人估算是2000到3000万。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是逊尼派的。那么维吾尔人的文字呢是把阿拉伯字母改造了一下，然后呢就变成了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语。维吾尔语呢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突厥分支的，和乌兹别克人的语言是一样的。那么维吾尔人的家园东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什么意思呢？就是突厥人的家园的东部。那么自古这一块土地呢，就是一直被游牧民族统治。当然，这个游牧民族当时没有把它，可能在最早的时候没有称它为突厥斯坦。斯坦呢就是家园的意思，突厥人的家园。那么突厥人家园的东部。那么现在维吾尔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呢起了一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懂汉语的人都知道，顾名思义，新的疆域。那么这个新的疆域是什么时候呢？是左宗棠1886年吧，就是从我准确的时间忘了，就是第2次侵占东突厥斯坦以后起的名字。在那个之前呢，中国的历史书上有西域各种的称呼方法。至于西域呢，地理上在中国的史书上也是非常模糊的，有广义的西域所谓的，有狭义的西域所谓的。中国说狭义的西域就是指的现在的这个东突厥斯坦这块，实际上他也说不清楚。那么面积1600万平方公里，与8个国家接壤。那么维吾尔人最早的文字呢，就是这种文字，叫回鹘语。那么这个文字呢，后来被成吉思汗在他的宫廷，因为是维吾尔人给他的孩子们上课，最后呢就等于是他们的宫廷的国师了。塔塔通啊等几个维吾尔人。那么这些人呢，在教蒙古人，在宫廷里头教他们的同时，把维吾尔的回鹘文就传授给他们。那么蒙古人呢，对他稍微改进，就到现在为止，外蒙最近恢复了，就是蒙古国恢复了这个文字的使用。最近的这个内蒙古发生冲突，也是因为一部分蒙古人希望恢复这个老的蒙古字的文字。后来呢，清朝的满清呢，实际上也用的就是这个古回鹘文的，也是改造了的他们的。所以这个乾清门就写的就是实际上用的就是古维吾尔文。那么历史上呢，维吾尔人建立过和突厥人建立过突厥帝国，然后是
回鹘帝国。回鹘帝国呢，大概是在公元后的600多年，建立，一直到呢600多在那之前建立，到600多年被现在的柯尔克斯人打败，然后就分成3支，回到这个加入这个在东突厥斯坦的突厥其他的部落一块儿在那里头，那么建立了很多的小的政权，当然有一个是很大的，就是喀拉汗王朝。那么在吐鲁番这一带呢，建立了高仓回鹘，然后甘肃的这一部分呢，建立了甘州回鹘政权。那么这些呢，最后一直延续到成吉思汗的征服，一直到后面的叶尔羌汗国。那么最后叶尔羌汗国呢，在和蒙古的准噶尔发生冲突以后被准噶尔征服，然后准噶尔汗国呢又在和满清发生冲突以后，在满清的征服准噶尔汗国以后，也同时把叶尔羌汗国也给灭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东突厥斯坦沦落为满清的藩属。那么到了19世纪的末，这种各种的西方的文化通过俄罗斯，包括这个伊斯兰世界的Jadidism 呢，中文里头有的时候翻译成扎基德，就是新的教育运动。那么也传到了东突厥斯坦，伴随着这个呢民族主义的思想，各个思想进来，所以在东突厥斯坦也开始了这种重新独立建国现代国家。那么1933年的11月12日呢，在满清在1911年被推翻以后，在军阀统治了一段时间以后，1933年的11月12日，维吾尔的起义军全部汇集到喀什噶尔，建立了第一个现代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叫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它有宪法，它这个中间的就是他们当时颁发的护照，那个是国徽下面的，还有国旗。这个共和国呢存在的时间不长，大概是3个多月，全部加起来就是说流亡当中的加起来也就6个月。但是它呢是第一次维吾尔人试图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个政权，而且这个国家的名称东突厥斯坦，实际上也说明他们认可在这块土地上存在的每一个民族他们的存在的权利，而且呢是伊斯兰，而且带有共和国 Jumhuriyet。那么这也是在伊斯兰世界带有伊斯兰的共和国，实际上也是第一个，包括阿拉伯国家或者是其他的，都没有这种又带伊斯兰还带共和国的这个，所以这个呢，在伊斯兰世界也是第一个。但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呢，因为当时的俄罗斯、苏联的干涉，害怕在它的中亚的旁边出现一个带有伊斯兰的共和国，所以最后在苏联包括马中英，以及呢当时的盛世才这些人的分裂打压下，最后失败，这个总理呢被抓捕，其他的人逃亡。然后到1944年的11月12日，在同一天，很多人忽略这一天。1933年的是11月12日，第二次呢是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伊犁，也就是东突厥斯坦的北部，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是44年的11月7号。在伊犁发生暴动，11月12号，大概5天以后就宣布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呢，存在到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为止。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呢，很多他们很喜欢把这个称为是3区革命，有意识的把它局限在3区，所以我把这个3区也写上去了。但实际上，他们建立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3区共和国。3区革命呢，中国有意识的淡化它的这种独立的倾向，独立的实际的发生的这种情况。
当时呢，这个最后就是说这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有效的管理了伊犁地区、阿勒泰地区、塔尔巴哈台地区。那么这个次的第二次的呢，和第一次的一样，在第一次的共和国里头，有维吾尔人、吉尔吉斯人、柯尔克孜人，还有其他的在喀什噶尔这一带的其他的民族。那么第二次的呢，就民族就更多，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锡伯、回、乌兹别克、吉尔吉斯、鞑靼等等各个的民族都参加了，包括非伊斯兰的蒙古和锡伯也都参与了这次的军队里头有他们的人包括在政府里头都有他们的人。那么这两个人左边的呢就是 Ilhan Touyler 是第一任当时的总统，后来呢被苏联绑架，大概71年是72年死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这个右边的呢是 Ahmed Jan Kasim，是第二任的第一任总统被绑架以后，他担任政府的领导。他呢是在49年，以所谓的飞机失事，他也死在了一次神秘的飞机事件中。这样呢，就东突厥斯坦独立就没有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占领以来呢，他不停的变换政策，在他还弱势的时候呢，使用那些为他们服务的维吾尔人呢，去巩固政权。一直到呢所谓的改革开放以前，维吾尔人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这个地区，在权力上各个方面，都还是有一点说话的分量，但是呢，绝对的权力都是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头。维吾尔人的反抗，当地人的反抗都没有停止过，包括49年进来以后，51年被枪毙的哈萨克人的英雄，也是东突厥斯坦的民族英雄乌斯曼巴图尔，一直反抗到51年他被抓，然后呢，他的儿子希尔德曼一直持续到50年代的末期，在北部东突厥斯坦的，然后呢，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在喀什噶尔68年，维吾尔人又举行了一次，大概是在8月份一次大的暴动，就是那些前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国民军的军官发动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阿胡诺夫，他带头发动的一次暴动，但最后呢也因为叛徒出卖都失败。也就是说，在整个文化革命期间，从50年代末一直到68年这段时间内呢，反抗一直没有断，小的很多，很多。那么到了70年代，到毛泽东死了以后，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我不把它称为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当时已经失去了信誉，即将在垮台之前，他为了拯救自己。把老百姓的这种自发的这种自由市场经济，窃取为是自己的功劳，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快就有因为权力的优势，汉族人在东突厥斯坦呢占了各种经济上的优势，这样就造成了不平等、经济上的边缘化，然后伴随西部大开发等等各种的大量的汉人涌入。然后占有水源、资源、权力，各个方面，这样呢，就维吾尔人的反抗就开始加剧，到了80年代、90年代呢，就有很多的大规模的冲突，那么这些呢，就导致中国共产党认为维吾尔人，一直就没有放弃，所以呢，他们就要加快这种同化。所以从9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转移维吾尔人以所谓的剩余劳动力，那么就会引发了2009年的7·5。那么这个呢，大家如果稍微看一下的话呢，是这6月28号在韶关对维吾尔工人的围攻，打死了几个维吾尔人以后，才引发了7月5号在乌鲁木齐的游行，而政府呢又不作为。本来学生的目的是要政府出面追究责任，为打死的维吾尔工人、年轻人
去讨得一个公平正义，结果呢，对他们进行镇压，最后演变为一场冲突。而政府呢，给汉族市民发棍棒铁锨，挨家挨户去追打维吾尔人，甚至是我的一个朋友，在当时我还能通话的时候，高级法院上班的这些汉人，居然可以冲进高级法院里头，把维吾尔法官们都给打了。那么，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人敢这样做的。所以呢，75以后，中国政府呢就更是认为维吾尔人是中国的一个心头大患。那么这个的证据呢，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有一个军事专家叫戴旭，他当时是个上校，他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有一个演讲，在那个演讲里头，一段时间他还在那个YouTube 里头，可能现在也能找到。他当时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演讲中说，如果美国在未来和我们发生冲突，他可以在一个晚上武装40到50万的维吾尔人来攻击我们。也就是说，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军事专家就认为维吾尔人是美国的安排到中国统治区的第5纵队，所以呢，要除之而后快。这样呢，就从2016年，张春贤被换成陈全国，就开始了维吾尔种族灭绝。那么，中国政府2016年起大规模抓捕关押了1到300万维吾尔人，在集中营、监狱、强制劳动营。那么，根据很多的集中营幸存者，现在在国外的，现在有2位的3、4位在美国。最近从欧洲来了2位，一直在进行演讲，讲他们的经历。那么在这些集中营、监狱里头是什么呢？酷刑、强奸、家庭分离，包括强摘器官对年轻人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正在发生的。